好，欢迎收看苏一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创造营2020终于进入了真正的对决之中，在节目组各种求生欲望的骚操作之下，虽然让很多新人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但是一泰感觉还是太乱，因为每次比赛结果都和最后排名毫无相关，难免会让人多想。众所周知，所有的选秀节目到最后基本上都变成了几个大公司之间的博弈，所以带资源进组的总是更加容易成功。青春营2的虞书欣就是最佳的代表，参加比赛就能绝对出道，而且竟然还没人敢反驳，至少之前杨超越出道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声音的。而创造营2020中明显带资源的开始几期还不是很明显，感觉几位镜头比较多的都是靠自己实力或者个性争取来的，感觉相对还是比较公平。不管是现在人气最高的希林娜依高，还是一直被黑的陈卓璇，都凭借着自己的亮点让大家记住。但是在最近一期的播出中，我们明显看到节目组还是难以摆脱那些带资源进组的影响。希林娜依高和之前高镜头选手镜头减半，甚至初期的林君怡感觉都有点被埋没了。还有就是人设和郑乃馨十分相似的朱主爱也慢慢的被淡出镜头，他自己也表示十分无奈，真是比较可惜。资本运作有时候太骨感，直接导致了企鹅女的诞生。一泰个人觉得这几位表现都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企鹅女。首先第一位应该就是开始塑造最强舞担的刘仙宁了，比较可惜的就是初舞台竟然出现了失误，而且一直被林君怡等人压制，最后在选择初舞台考核的时候也是勉强通过，算是第一位成为观众心中的企鹅女了吧。不过之后的舞台中，她再三强调自己与节目组无关，能站在这个位置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第二位的话应该就是实锤企鹅女。徐艺洋开播前2集没有什么镜头，但是弹幕中经常会出现她的名字，开始感觉就是带资源进场。这位曾经也和林君怡、谢可寅同时出道，而且都是被吴亦凡看中的选手。现在谢可寅已经在隔壁出道，他也是得到了黄子韬的认可，感觉基本出道已经定了。之前是比较软弱的性格，在节目中也慢慢的变得敢和黄子韬怼嘴，实力和颜值都有，而且还和虞书欣一样不会太惹网友讨厌，感觉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其实说实话，一泰对带资源进组的选手还是比较容忍的，没有这样的选手又怎么使那些默默无闻的选手有更多被人看见的机会呢？但是之后节目组一味的推，一味的安排，感觉徐艺洋的镜头太多了。第3位的话应该就是节目组自己找好的 C 位人选了吧，她就是郑乃馨，最可爱的泰国女孩，可以说开始的时候就吸了一大波的粉丝，而且在最近的节目中镜头也刚刚好，仔细一发掘已经稳稳的站稳了第2名，向第1名冲击。再仔细搜索，原来她就是隐藏最深的大佬了，可以说资源最深的就是她了。一泰最新的重心呢也是放在了这位泰国女孩的身上，她的表现一直都是很突出的，人气也比较高，可是还没有突出重围。在最新一期节目中，她的排名有了变化，在还没有公布排名前，郑乃馨对于自己的认知非常准确，以为自己还在第3排名，并没有任何的变动。上次的舞台我说不了，然后我觉得大家还没看到不一样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还在第3名。可当毛不易宣布他是第2名之后，郑乃馨发表的获奖感言比陈卓璇还敢说，直接狠话一撂，跟希林娜依杠上了。我的能力可以当第1名，我希望下次的舞台，下次的表演，我会进步1名。之前希林娜依高也表示过，郑乃馨是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对手，希望她可以跟自己一起争取下第1的位置。这情节比宫斗剧还精彩。郑乃馨离榜首一步之遥，她说自己为了巨星梦已经奋斗了6年，那么现在她想得到什么？她比师姐李子婷走得更快，也更有进取心。现在自信满满的她，接下来可以挤掉希林娜依高吗？后来者居上的戏码会上演吗？可以说她是创3少有的一路高开高走的学员之一。除了主题曲考核，因为练习中文会出1天班，其余时间都是圣卓姿态。一泰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团队考核，唱跳我要变好看，
以甜美风收割观众的心，一举定下甜美人设。甜美是他的保护色。时间来到二公舞台，他变了。郑乃馨不再追求 C 位，而是要做队长。这时候的他撑腰排名已经进到前3，并且在发表感言时说自己的目标是第1。既然想要争榜首，为何舍弃中心位，成为最闪耀那颗星，难道不香吗？在日常训练里，他帮助队友抠动作，一遍遍陪着他们练歌词。路人能看见的是他追求相对完美的舞台，为了节目效果有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了大局牺牲小我。其实做队长也是有目的的，他想以此告诉观众，我除了是 vocal 担当，也是合格的队长人选。第2次顺位发言，他说自己想当巨星。郑乃馨的目标一开始只是想瞄准榜首，现在是想要出圈。出圈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儿，近2年才开始真正的流行。在选秀舞台要说出圈，还是要看创一的杨超越，他的出现带有社会符号，一言一行都能引起关注和讨论，这就是出圈。而陈卓璇他喊话赞助商制造高位梗，这也是出圈。出圈往往需要具备2个条件，一是人气高，二是话题度广。当我们回想郑乃馨多次的表演，除了唱歌似乎也没有什么闪光点。她要当巨星凭什么呀？难道摘到榜首就是巨星了吗？巨星只是一个前进方向，方向背后是郑乃馨在表态，她在告诉粉丝，我们的征途不止于此。当赛程已过半时，粉丝的强力支持尤为关键。像林俊逸那样，虽然努力人设伴随着他，但是排名不升反降，这就是粉丝凝聚力的问题。郑乃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每一次发言都是直接宣告自己的目标，让粉丝有奋斗方向。在经营粉丝这一方面，他是有一手的，由此也能看出他对名利是有着强烈的追逐之心。现在回看他在创3的过往，能看明白很多东西。团队考核，观众说他可爱，实际上只是说他长得可爱。从他2次发言以及对待公演舞台的认真程度来看，他的性格是争强好胜的。有人说郑乃馨的前3之位稳了，但从他的发言来看，他求的不是稳，而是更进一步。当赛况白热化时，要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员。郑乃馨想要更多，但他的表达相比于陈卓璇和林君瑜却要婉转许多。他先是说起自己的过往经历，做过歌手，也做过演员和模特，意思就是我一直在娱乐行业混，未来也是。他明确地告诉创始人，自己可以唱，可以跳，也可以 rap。潜台词就是我很有潜力，我是全能型学员，给我投票不会让你们失望。亮出底牌是要和希林娜一高比个高下。如果说陈卓璇退居第3是风评所害，因为玄言玄语引起部分人的不舒服，那么现在郑乃馨力争上游，则是想要走陈姐的路子。她想要话题，也想要热度。虽然现阶段第2，但她不满足于现状。相比于郑乃馨激荡人心的发言，希林娜一高只是希望创始人再坚持一下。从性格到眼神再到数据，都在说郑乃馨的势头很猛。提前暴露自己的野心是好事儿吗？郑乃馨选择像陈卓璇一样打出名牌，表达的不仅仅是我要赢，而是我就要争第1。争强好胜的性格态度可以帮助他完成许多事儿，但是关于上位，有时候不是努力就可以。郑乃馨挤掉希林娜一高的概率有多大？从2公顺位排名将近800万的票数差距来看，他要挤掉小高有点难啊。赛程越到后面，各家的粉丝的热情不会允许自家偶像掉队。当郑乃馨家的粉丝在冲击榜首时，希林娜一高家的粉丝也在做漂亮的数据，防止被追赶。而且鹅厂给纯姐安排了一条虐粉故事线，郑乃馨还要考虑她的位置保不保得住。争强好胜的性格能帮助她确定目标，但在前行路上也不能轻视后来者。其实整场下来，仪态蛮心疼林君怡的。作为复读生在参赛，本来就挺着很大的压力了，关键个人的实力也很突出，后面发现镜头越发的少了，有点打抱不平。个人觉得这种付出是要值得肯定的，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坚持，往往会让一个行业百花齐放，持久不衰。虽然说资本永不眠，但是作为一档存在影响力的选秀节目，希望可以给更多的人传播正能量。正是因为有梦，才会热爱，才会坚守。一旦也希望每天加班的自己，也一直由你们来守护。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